明日方舟，几乎每天都有人私信我玩了一款游戏。我想说，有没有可能19年咱就当上博士了？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当UP，不知道当时关注我的观众看到现在是不是有种儿子长大的感觉啊？义父在上。不过因为当时学业压力大，玩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弃坑了，甚至我现在这个手机号都不一定是当时注册的那个。很明显不是，甚至不如我19年6月发的说的练度高啊！不是我之前号去哪了？还有就是我现在回坑还来得及吗？也就5000秒而已嘛！而且咱平时也没少练习植物大战僵尸，都是塔防，肯定有互通的地方。那就在我刷视频研究怎么回坑的时候，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：丁角宣布与华为达成鸿蒙合作，要启动鸿蒙原生应用的开发。我开玩笑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铁果粉说的好像我有华为手机一样。你看我这不写的很清楚 ，iPhone 15 Pro。哎，底下怎么露出来了啊？不是我真有苹果，你们看，哎，这华为手表哪来的？这 MatePad Pro 有谁放我桌子上的？好吧，我必须承认，他们这信息确实和我这个隐形华子有关。而后面华为要推的这个原生鸿蒙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系统，所有应用都要开发一套鸿蒙原生版本才能用。那问题来了，那就算一些基础应用像什么 B 站、淘宝、支付宝适配了，那玩游戏怎么办？市面上那么多游戏，我这不还有一台手机呢，用它玩不就行了？那肯定不是这样解决的，还是得和各大游戏厂家合作适配，让他们去开发才行。除去刚才说的鹰角和华为鸿蒙宣布合作以外，奥游里面原生、阴阳师、战双、明朝、碧蓝、双完了199等等，已经也进入了鸿蒙原生的应用清单。华为的小伙伴跟我透露啊，现在正在开发的游戏已经超过100款了，有好些呢已经完成了开发。等原生鸿蒙推出的时候啊，这些游戏的玩家是不用担心之前的游戏玩不到了。等等，那你们说植物大战僵尸会适配吗？那1代、2代我觉得还有可能啊，但是3代适配的可能性可太低了。那这样一来，鸿蒙用户就永远不会玩到这头大便了，还不快谢谢鸿蒙！那之后的鸿蒙既然选择脱离 ASOP， 无法兼容安卓，付出了重启整个生态那么大的代价，那得到了什么呀？所以请教了几位做游戏开发的朋友。简单来说呢，游戏板块有2个特别大的优势，一个是更优秀的画面和更流畅的运算。水水鸿蒙有6个系统自带的原生特性，原生鸿蒙内核配合方舟引擎，在图形内存、调度、储存、媒体功耗上会有更好的提升，玩游戏体验更好，同时还更省电，那这可就太香了。那另一个优势就是生态了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那些视频啊，用手表原生启动啊，虽然算启动了一半吧，但如果是原生鸿蒙的情况下，基于鸿蒙的分布式技术啊，假设啊，手表能直接调用手机的性能，那我的手表启动计划可能就真成功了，这个算是整活。实际上，真应用到电视、平板电脑甚至汽车上，会把游戏的场景拓宽的非常多，或许都不需要游戏厂家付出额外的精力，可能调用个接口就能做到了。这个我帮华为的工程师们画饼了啊。那其实华为的研发不用担心啊，但是大家包括我最不放心的地方还是适配问题，毕竟当年包括 Windows Phone 在内的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各种系统，都是还死在应用适配的问题上了吗？其他应用我管不着，这最关心的游戏方面我看了一下，所以说国内大厂大多数都已经启动了鸿蒙原生应用的开发。那现在主动适配游戏厂家的也越来越多了，毕竟鸿蒙的全场景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相当于以前只有手机、电脑2个入口，以后在鸿蒙系统、智慧屏、车机甚至手表都可以是流量入口。这个势头被拉动，才让他们看到适配鸿蒙的商业价值，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。最后呢，我默默的问一句，开头宣传的原生鸿蒙明日方舟什么时候才能体验到？我现在回坑的话，在那个时候我的练度还能打过活动吗？